这是一部什么手机 ？The answer is 翻盖手机。哦，那不是早在10年前就有了吗？是的，很早以前就有了翻盖手机，所以 Pocket S 和它们的特点其实是一样的，折起来小巧，翻开时尚，就是那一下甩开。而如今的不同之处在于，翻盖智能全面屏手机，可折叠的屏幕。只掐自家饭。本节目由 Testway 值不值得买淘宝店铺独家养活着。华为 Pocket S， 华为推出的又一个竖折屏幕手机，这一次去掉了 P50 字样，那就是 Performance 没了，好吧？高通骁龙778G 的实力，价格也来到了6000以内。怎么说呢？用这种手机的人不看性能呗？叠成一坨，拿在手里192克，不算重。玻璃磨砂反光，变幻深邃。只是这个指纹呢，看着有点儿……没关系，你可以使用我们的擦镜大师，配合擦镜师傅，轻松去除指纹。揣兜里自在，放桌上，香烟盒、名片夹、化妆镜。不锈钢边框加华为字样，配合这个彩色小屏幕的点缀，找个词形容，素雅低调。与 iPhone 13 Pro 放一起，差不多宽，厚不少。展开，屏幕长出这么多，果然折叠屏幕的核心是什么？臂长更长，21:9的屏幕，120赫兹高刷，色彩艳丽，大太阳天也能看。看个电影那叫一个……你想说爽是吗？爽，那谈不上。不过图像还不错，只是这个扬声器……声音不小，但没有厚度和立体感，比较干瘪。如果真为看电影买它，倒是大可不必。那么它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小屏幕。一开始我觉得它没用，然而真的日常用起来，还有点意想不到。先要知道现在时间，点击屏幕，瞥一眼，有消息来，叮咚一声，你可以双击屏幕，然后解锁了，再下拉，在这个界面里，通知分类显示，你可以看个概要。如果点击某个消息，看，它叫你翻开屏幕，这瞥一眼的设计不错，对于一些不重要的通知就直接清除了，不浪费时间。你也可以向旁边滑动，拍照录像，这样你始终用画质最好的后置摄像头拍摄。点一下，倒计时1圈，摆个 pose，OK。双击换广角，下滑变录像，手势操作算是被你玩明白了。那么这样拍摄 vlog 是不是解决了画质与屏幕兼得的需求呢？我现在看的是镜头，现在我看的是屏幕，就是它因为两个隔得比较近，所以呢还好。其实你可以用余光器去看这个屏幕啊，然后你眼神呢就盯着这个镜头，然后我双击应该可以切换镜头。这是哪一个？长焦，这应该是长焦的镜头，就得拿得更远一点。收音怎么样我不知道。Pocket S 将这块小屏幕和摄像头组合在一起，开创了一个叫质感支付的功能，听着很高大上啊。在小屏幕解锁的状态下，往扫码盒子前一放，自动显示支付码。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请看，奥秘就在摄像头。只要摄像头感知什么东西像支付盒子、扫码枪，那么就成了。所以图片不是不可以，垃圾桶也行，保鲜盒 OK。如果你拿个这样的吹风机呢？Awesome。玩笑归玩笑，但真的用到的时候还是有效率的。不过这会引发2个问题：一是误触发，不知什么时候支付二维码就蹦出来了，有可能带来安全隐患；二是真的要你付款的时候，你说来吧，扫这里，然而一定有几率它就是不出来，你只能尴尬地笑一笑，让店员再来一次。在我旁边滑这个讯飞听键，我很喜欢，因为点一下就能方便地录制一段备忘录。
即便熄屏了，它依然在记录，并且转换。转换什么？展开屏幕，你会发现它是给你转成了文字的哦。这当个数字录音笔，记录灵感，记录待办事件，棒棒的。这个小屏幕可以在手机设置里自定义，除开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啊，它的可玩性和实用性还是蛮高的。而真正让我服气的是这个小屏幕的解锁。首先，我喜爱的指纹解锁在这里，但凡你右手握持手机，大拇指很自然的都会放到指纹解锁这里，解锁啦。其次，面容解锁，哪怕你放到桌上这个角度，看很 easy。要是我挡脸解不了，那确实是面容解锁啊。所以2个解锁功能叠加，解锁毫无感觉，日常使用非常方便。看到这里，你会发现这部手机真的还给人不小的惊喜呢。确实，然而当你1周的新鲜劲儿过去之后，问题就慢慢浮现出来了。首先，折叠屏中间的折痕不用说，肉眼能见，触摸可见。如果你斜躺着用手机，这个折痕的阴影会在你滑动白底页面内容时显得有些干扰。另外，官方说40万次折叠，4舍5入那就是随便折喽。不过在2周之后，这里它明显出现了与其他区域不一样的折痕，我是否该为之担心呢？还有一个说不上是好还是坏的表现，就是每一次屏幕展开，不能说展不开吧，至少它不会完全展平，要用着用着，你发现它完全舒展开了。而对于需要单手耍帅的朋友，我想说别。其次，系统，我发现没有插卡的时候，系统流畅度还好，而当我插上双卡，安装好各种应用，搞好分身，把它当作主力机深入使用几天后，那种在某个地方随机出现的卡卡的感觉就迎面而来了。它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卡，大多数时候还是流畅的，但忽然一下就卡了。它的卡表现为2类，一是在某些爱啪啪里卡顿，像这样应该叫响应不够迅速；二是不跟手的响应，类似于我在一个爱啪啪里想退出，就是有些情况下完全不跟手，或者你点击一个通知，要等上一会儿才能来到具体的页面。相比 iPhone，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虽然不是说天差地别，但是日常使用还是有点拖不动的感觉。有时候在外屏上点击通知，它叫你翻开，然而翻开后啥也没有。我不知道是 CPU 的锅还是系统优化问题，这种体验确实不太好。而大家常说的 4G， 我觉得倒没怎么影响，但是这部手机在我家的 WiFi 环境中却有一些不同寻常。WPS 的云文档目录载入非常缓慢，企业微信一些大图片加载失败，有些时候一些网络爱啪啪特别慢，一开始我完全懵逼了，因为 iPhone 就一切正常，后来在群里铁丝们的共同努力下才知道，原来是路由器开启了 IPv6 的原因，估计目前的 IPv6 还有不少问题，所以是安卓或者鸿蒙在这样的网络环境里有点小 bug， 还是企业微信和 WPS 等安卓版本的问题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接下来就到了我觉得是大翻车的环节，拍照录像。其实它拍照也还好，华为的计算摄影还是不错的，至少观感不错。但是这个太阳，你是认真的吗？给大家看看相机拍出来的样子，广角，这紫边好吗？而这5倍拍照，与其说是拍了一张照片，不如说是得到一幅油画。来，切换到视频拍摄，那就是整个一个大拉胯了。4K 只能30帧，24都没得选。行，我认了。但这拍摄开始整个卡住是怎么回事？
本以为是取景这样回放就好了，没想到录制出来的视频是如此忠实地还原了当时的情形。好吧，那我不拍 4K 1080p 总行了吧？来，这跳帧抽搐，真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其实鸿蒙系统设计是不错的，它在一些日常使用的环境里是方便的，比如在一些下边标有一条横线的iPad上滑动，你就能呼出一个快捷卡片，还能定住它，方便快捷操作。消息来了，你可以下滑用窗口模式查看回复。iPad窗口可以通过手势变为悬浮、分屏或者缩到侧边，从侧边拉出菜单，在多个iPad间切换，或者需要暂存内容时使用中转站，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。但是这些设计也有一部分是没有完全的，比如这个暂存，微信里的内容我是怎么都拉不进去，而且使用这些便利需要有流畅度的支持，一旦弄复杂了，等待就来了。那么我认为这就有些本末倒置了，毕竟作为我的主力机，我可需要它流畅地为我服务1-2年呢。所以希望华为能通过更新把流畅度解决好，对于我这种喜爱拍照和录像的人，录像功能的优化迫在眉睫。值不值得买？我购买这部手机源自想要更多的健康内容，还有2个号的微信分身，它能更好地配合这块手表，提供在 iPhone 上没有的功能，比如华为创新研究的内容，测个呼吸，测个血管，看看有没有呼吸暂停风险，每天早上配合手表跑个步，锻炼身体。而这部分内容我会放到华为 Watch GT3 Pro 的节目里说，记得关注我们咯。华为 Pocket S 有它独有的优势，比如在锻炼时，你可以更好地收纳它，不会卡在裤兜里。比如追求平静，不想被打扰时，消息来了瞥一眼。比如支付时快人一步，比如把它当作一支录音笔的时候。如果你是想要修身养性，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跳脱出来，对于手机已经不依赖了，那么你或许可能 maybe 能够用这部手机。但想想 256G 6000多，即便 128G 也要5900元的价格摆在那里。正所谓我可以不看重，但你不能不给我的原则。它的系统流畅度欠佳，录像卡顿，续航撑不到1天的表现，也不防水，怎么想也不太值得。看来华为需要多多努力，这部手机值得打磨的地方还挺多，希望它能慢慢完善。不过就目前的表现，华为 Pocket S Test 为主观综合评分5.5分，请一定加油！好，节目看完了，那你觉得这个产品能够得几分呢？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吧。这个 Pocket S 呢，等这个手表的节目做完之后呢，我们一起把它趴出来。那既然趴没有什么东西呢，大家不妨去淘宝搜索店铺 Testway 值不值得买。我们上新了一些工装、棒球服，还有渔夫帽。因为上个月呢风控在家啊，所以呢我们的产出不是很多。现在呢我们基本上恢复了生产，开足马力给大家创作更多的好看的节目。另外呢，我们新增了一个传话筒环节，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说呢，不妨去插发店看看哦。今天第1期 Testway 浙江，他想对大家说，7年老粉，从山狗年代开始关注 Testway 节目，是我快乐的源泉。也正是因为 Testway 让我爱上了重庆这座城市。眼下的困难终究会度过，希望大家保持活力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。
感谢 Testway 浙江对我们的喜爱，我们会持续努力的。特殊时期也请做好防护，好好生活哟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感谢，或者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支持我们创作更多的优质内容。Testway，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